爸妈，这杯我敬你们俩。这一年我没少让你们操心，大过年的让你们躲躲藏藏，连年夜饭都吃不好，都是我的错。大过年的，不说这些不开心的话。你的心意，妈妈都明白。来，咱们干杯。 妈，你别光喝酒，趁热吃个饺子。这馅儿是大风挑的，特香，你尝尝。味道怎么样？妈，你别喝这么快。 你妈高兴，想喝就让她喝吧。阿姨，叔叔，菜都凉了。叔叔。 我给您倒杯酒吧。你先下去吧。下午我给局长打过电话，他说警方掌握了确凿证据，已经把这些材料送给检察院了。都问清楚了？当然问清楚了，我怎么可能不问清楚呢？这么大的事儿。 警方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怎么可能把这些东西送到检察院去呢？案子闹成这样，警方肯定有压力，他们会很快向检察院提出。前提是他没有犯罪。但是。 如果真是他杀了那个大学生，妈，爸，大过年的，你这是干嘛呢？把我妈气成这样，你就高兴是吗？你老糊涂了。你真相信我哥会杀人是吗？ 你今后打算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年景的杀人案已经闹得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你和似水流年都出了名了，你还打算继续在梨园待下去吗？妈，严景他不是杀人犯，严景已经被警方逮捕了。你的意思，赵廷辉抓错人了？抓错了。赵廷辉怎么不抓你，抓我和你爸呢？妈。 严景他现在只是嫌疑犯，他没有杀人，法院最终会判他无罪。你相信我。那个姓严的，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药了？你之前对他执迷不悟也就算了，他现在摊上这么大的事儿，连咱家都被他搅和的鸡犬不宁。你还自己骗自己呢？你是不是想等他出来，你再跟他好？我告诉你，严景他这回他出不来了，赶紧醒醒吧！ 大过年的都好好说话，别嚷嚷。你就知道说好听的，小文能有今天都怪你，让赵亚人，你就少说两句吧。小欧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你就不能让他在家里舒舒坦坦的过个年？你非要把他赶走吗？
叔阿姨，我们听见季豪的声音了。大过年的，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想采访他一下，就几个问题，5分钟就行。你打开门啊！他真以为我好欺负呢？想八卦是不是？来啊！你好，我是你的辩护律师严申，这是你家属的委托函。妈还好吗？他很好。老头呢？他那个脾气，不用我说你也应该猜得到。你在里面还好吗？我挺好的呀，看，我都胖了。侦查阶段已经结束了吗？暂时算是吧。等我提完辩护意见，就可以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了。你的意思是，警方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认定我是凶手？是的。他们这一次倒是很快嘛。这是我接受委托的案子中，警方行动最迅速的一次。看来上头要求破案的压力很大呀。法律层面我不是很懂，但检察院能够批准逮捕，至少警方给出的证据能够自圆其说。我就是想不明白，除了被害人在案发当晚去过我家，对，我俩是发生过肢体冲突，但他们还有什么证据能够证实人是我杀的呀？就那个走路像我的清洁工，这分明是有人嫁祸我。严谨，我现在是你的律师，是利害共同体。无论我问你什么，你都要跟我说实话。当然。你对认定你涉嫌的犯罪是否接受？不接受，我没杀人。好，那你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跟我说一遍，要详细，尽量别遗漏任何细节。还是等过段时间再开业吧，至少要等严谨的案子有了结果再说。我又没做见不得人的事情，鬼鬼祟祟，反而会让人觉得我心里有鬼。那些人再来纠缠你怎么办啊？报警。想起来的就这么多了。讯问笔录里，我看到你提过一个叫刘伟的人，他是谁？小美人贩毒集团的2把手，是一个狠角色。我怀疑是他杀了翟宇，所以我跟赵廷辉说明了情况，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找到人。没有你的口供，整条证据链便缺少了重要的一环。我想专案组应该十分清楚，即便提交了检察院，检察院也会提出异议打回来重审。这就是警方为什么会在证据链没有完全闭合的情况下就匆忙结束侦查。假如他们的提案被检察院打回来，这段来来回回的时间他们还可以接着补充。看来警方也是迫不得已啊。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段时间专案组很有可能再提审你，一定要认真核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讯问笔录后才能签字。记住，你有要求纠正笔录错误的权利。明白。这个案子现在对你最不利的，就是无法证明受害人是活着从你那儿出去的。这也是我最难以接受的地方。时间到了，0382，回监室。基本情况我都了解了，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哥，在里面一定要保重身体，该说的话如实交代，
不该说的，无论遭受什么样的压力都不能胡说。知道。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我在这儿过得挺好的。还有，那个丫头最近肯定吃了不少苦，你帮我去看看她，你告诉她，我一定会回来。严律，季小姐来了，请季小姐。又见面了。你比我想象中要勇敢，我以为你根本就不会来。严小姐让我来，一定是为了了解事情真相。我也想知道更多关于严谨的事情，当然要来。请坐吧，尝尝我这儿的咖啡。终于明白我哥为什么钟情于你了。你的确跟他那些女人不一样。那些女人，我是说，你勇敢也很坦诚，在这个世上活得这么真实，挺难的。叫我来，想必也不是为了谈论我吧？我想知道严谨现在什么情况，你会不会做他的辩护律师？严谨已经作为犯罪嫌疑人被正式立案收押了。作为亲妹妹，我当然要为她辩护。我刚刚从看守所回来。他还好吗？你应该知道，我哥曾经做过武警特战队队员。像他这种经历过生死的人，一旦知道要在一个环境里随遇而安，他身体里的乐观主义者基因就开始占上风。所以你放心，他在里面吃得下、睡得着，就是想你。我的内心还有我的直觉都告诉我，严谨不可能是杀战宇的凶手，但我无法理解，赵廷辉为什么会逮捕他？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在这个世上，真相是最奢侈的东西。谢谢你的信任，只不过，只有你我相信他是远远不够的。警察和法官会信吗？其他人呢？众口铄金，三人成虎，你听过吧？现在这个案子被大量的无良媒体利用了，为了博眼球、博出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疯狂渲染，甚至有人说，我父亲为了我哥的案子徇私舞弊、干涉司法程序，搞得纪委都开始着手调查了。很抱歉，把你和你的家人也卷进来了。那舆论压力对案件会有影响吗？当然，这会严重影响严谨的社会形象。可能所有人都觉得，我们这种人一出生就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但是他们不明白，在任何体制里，个体的力量永远都是微弱的。不管你处在什么阶层，风雨一来，谁都无法自保。以你的经验来看，这场官司能赢吗？全力以赴了。那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其实我今天找你来，的确有一个不情之请。你能不能去趟战宇家，劝劝战海龙不要再在1/3静坐了，也不要再傻乎乎的被无良媒体当枪使了，这样对你我战宇3家对这个案子都没好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去试试看。谢谢你了，小欧。美琴阿姨。阿姨，怎么不锁门？这样很危险。
实在唐高宗千里，小雨那时候才10岁。阿姨，你振作一点，小雨也不愿意看到你这样。你来干什么？你害死小雨还不够吗？嗯？我有病不想再看见你。你走。阿姨，网上那些都是谣言，严谨他没有杀小雨。人渣都已经被抓起来了，你还在替他说话？小雨生前把你当姐姐，你把她当什么了？阿姨，严谨之前帮过你们，你忘了吗？他和我一样把小雨当成弟弟，你真的错怪他了。你走，你走，你给我走！嗯，你这个红颜祸水，你还来我家干什么？战宇的案子还没有开庭，事实真相还没有搞清楚，你可不可以先不要这1/3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你是不是老严人派你来的？那让我消他行啊？你让老严给我拿20万，我立马就消他。你什么你？你说什么呀你？你怎么能拿儿子的死活钱呀？啊！你闭嘴吧你！我儿子死了都死了，他严谨赔条命都应该的，我管他要点钱怎么了？你无知，你不配做爹！你配行吧？你天天坐在轮椅上什么都不干啊，就知道花钱。我管凶手家要点钱怎么了？我跟他家要钱怎么了？我跟他家要钱，他就第一。我跟你比！看什么看？我去！姐，你已经很长时间没休息了，再这么下去的话，你的身体一定会受不了的。小区的监控录像都查完了吗？都已经查了3遍了，的确没有见过战宇离开小区的画面。燕绿，警方出具的所有证据我们都已经核实过了，虽然不够完美，但是杀人动机、人证、物证全都有，已经足够支持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了。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一定有什么细节被我们遗漏了，继续查。可是该查的我们都已经查过了，案件中出现的所有细节我们全部都查了一遍，的确没有任何遗漏。刘伟那边有消息吗？2个小时前，刚刚联系过禁毒支队和刑侦支队，暂时没有。燕绿，说句您不爱听的话，目前这个局面对我们来说，想做无罪辩护几乎就不可能。你们一个个这么灰心丧气，这案子能打赢才怪。一入行我就告诉过你们，任何一桩案子都是一座迷宫，只要你不放弃，总能找到它的出路。这钱绝对不能给，给了他就等于默认严谨杀人，回头再被战海龙捅给媒体，我们就更说不清了。那我们得赶紧想想别的办法。看来我只能向媒体暴露战海龙吸毒、战宇贩毒的事实了。只有这样，才能平息大众的愤怒，
改变他们对严谨的印象。战海龙吸毒？你不知道啊？我也是听陈瑞敏跟我说的。他说战海龙曾经因为吸毒被逮进去过几次。怎么会有这样的爸爸？如果这个战海龙再胡闹，我只能把事情真相抛给媒体了。不行，如果我们说出了事实，梅香阿姨就会知道战宇贩毒，她会受不了的。况且人死为大，我想给他留些尊严，不希望他死了还被人家议论。季晓鸥，你到底站哪一边啊？我就问你，我哥招谁惹谁了？怎么莫名其妙就成杀人犯了？我爸小心谨慎了一辈子，只求能全身而退，结果呢，现在晚节不保。我们家老太太从年轻天真到老，临了却尝尽世态炎凉。最近她血压高的吓死人，我请你也体谅体谅我们家好吗？对不起，我能体谅。但是小雨她死得那么惨，我真的不忍心。要不然我再去试一次，如果还不行，就按你说的办。不营业了，走吧。吃饭呀！这家老板是杀人犯，他家饭你俩还敢吃？也不怕把你俩杀了？喝水，喝水，来，喝水。有没有啤酒？这我喝不惯。来，不是战龙，差不多得了啊。目的也该达到了，该收场收场了。哎，想让我收场可以啊，那你把老严人给我叫来。严总有没有罪还没有定论，你凭什么要见人家人？凭什么啊？你说凭什么？凭他严谨杀了我儿子，我要血债血偿。你还没完了你！我现在就报警。你报，警察来了我也不怕，你报，赶紧报警，警察来我也不怕。等等，等着。小欧，你怎么来了？财神爷来了。冯大哥，你给我找个地方，我想单独和他聊聊。哎呀，这包房比楼下高档多了，这老严家得有多少钱呢？啊？那个钱带来了吗？你要钱干什么？什么干什么？封口费啊！他老严家不是让我闭嘴吗？拿着钱我就闭嘴。我看你是想趁机敲诈，
拿钱买毒品吧。毒品？什么毒品呢？你说什么呢？什么毒品？哎！这是什么？不，这是什么？你管得着吗？这是什么？你管不着。吸毒是你个人问题，我管不着，但我可以报警。你吓我是吧？你有证据吗？我昨天晚上跟踪你，亲眼看到你在酒吧街和毒贩交易，我已经报告给缉毒警了。我想你的卖家也不会讲义气到帮你隐瞒罪行吧？这难怪我儿子让你害死了。哎，你还真是个狠女人。具有，我不怕你跟我玩这个。哎，我就是一个吸毒惯犯，怎么了？我就因为这个进去很多次，我也不怕再进去一次。那你知不知道战宇生前贩毒？战宇贩毒？你跟我开什么玩笑？酒吧街著名的毒贩 KK 哥就是战宇。你胡说！你再敢胡说，我对你不客气，我告诉你。我也希望说的是假的，但是战宇生前贩毒的事，禁毒支队的人早就知道。你可以让他们的陈副支队长向你亲口证实，要不是因为有你这个吸毒的父亲，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值钱，也不会走上贩毒这条路。你要知道，现在大众同情你，是因为他们觉得战宇是个好学生，是个好儿子。如果他们知道战宇贩毒，他的父亲是个长期吸毒人员，聚众示威是为了讹严家的钱买毒品，而不是真正的为了儿子，那你说的话还有多少人会相信？战叔叔，你听我一句劝，适可而止吧。如果再这样闹下去，严家的人也不会坐以待毙。等事情闹大了，所有信息曝光了，最后伤害的还是小雨的命运。你真的希望面对那一天吗？我今天来不是想做说口，我只是想让小雨走得安静一点。她这辈子过得太辛苦，就算她生前犯了错，我也想给她留下一个善良美好的形象，不想每天还一再心碎。所以，你好自为之吧，不要再沾染毒品了。在一切还没有下定论之前，也不要再找严谨的麻烦。小花，你也真厉害啊！哎，你是怎么说服那个战海龙的呀？我是听陈文敏说他是吸毒人员，就点了他2句。哎，你可得小心啊！以后凡事告我一声，别单打独斗的，这太危险了啊！知道了。哎，冯大哥，你是什么时候去1/3工作的？有半年了吧？我当时看你和严谨闹别扭，所以我就没告诉你，我还让小芳跟我一块瞒着你。你可别生我气啊！怎么会？你做这些都是为了乐乐。严谨给你的工资还可以吧？还行，比我之前开车每个月多5、6千呢。哎呀，说实话，我打心眼里真的感谢严谨。严谨有什么消息吗？严慎去看守所看他了，说他状态还不错。那严慎没说这官司胜算有多大？我也不知道，但看他的样子，这场官司应该很难打。
天，我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相聚在这里，为战宇同学送上最后的一程。愿天上没有痛苦，战宇一路走好。接下来，向战宇同学行3鞠躬哀悼。1鞠躬，再鞠躬，3鞠躬。姐，我们会依据事实严惩凶手的。感谢国家，感谢政府，感谢警察同志。季小欧，季小姐，季小姐，请您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请问你们跟有没有关系吗？请问你们只是来祭奠战宇。各位，我们只是来祭奠战宇，有什么事回头再说啊，不好意思啊。小雨，姐姐来了。那首我愿意，我还没有学会呢。你下辈子接着叫我拉，好不好？姐，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就是做你爹。你放心，我一定做一个令你骄傲的弟弟。季小姐，请问您今天来此悼念，是因为之前的背叛让您心怀愧疚吗？小姐，严谨是为了你杀害了战宇吗？你们之间存在三角关系吗？小姐，回答我们的问题吧。小姐，回答我们的问题。小姐，说两句。小姐，回答我们的问题。小姐，我今天来只想参加我弟弟的葬礼。如果你们那么想知道我的感受，我就借此机会澄清几点。第一，严谨没有杀战宇，凶手另有其人，请大家给予警方查明真相的时间。第二，
我、战宇、严谨三人的关系并不像网上说的那么龌龊不堪，一切都是有人恶意捏造。第三，请求各位媒体尊重死者的家人和案件相关人员，不要再打扰他们正常的生活。真相迟早会公布于众，也请你们今天给战宇一个清静。谢谢。让一下，不好意思。谢谢你，能在那个时候说那样的话。我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儿。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总会有人擦亮双眼。你觉得我特别像一个傻丫头吧？来。真希望严谨能安全回来。一定可以的。我入行快10年了，经历了各种希望渺茫的案子，但最终都打赢了。这一次，也一定会的。你快看，6年前严谨涉嫌杀人。这个案子过去这么久了，怎么偏偏这个时候被翻出来？严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严生，6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谢谢。当年我哥做武警的时候有2个好兄弟，一个是老程，你认识，另一个叫孙佳玉，他们都喊他二子。二子在当年的贩毒案中做了卧底，不幸在最后的抓捕行动中牺牲了。我哥也参与了那次抓捕行动，他中枪昏迷，醒来时却莫名成了杀害二子的凶手。因为孙佳玉身体里的子弹是从我哥枪里射出去的，这让我哥彻底背了黑锅。当时的情形和现在一样，我哥被捕，众多不利于他的证据，我们全家都觉得他没救了。你不知道我父母当时有多绝望，可我当时还是个新手。但我的老师沈立言是咱们这儿最好的律师，我父亲亲自去请他替我哥打这场官司，而我就作为助手，配合他参与了整个案件的辩护工作。一审失败，被告人严谨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就在我们所有人都绝望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可以翻盘的证据。我通过案发现场遗留的一只鞋，找到了一个制毒小马仔，叫张国强。他在庭上承认是他用严谨的枪射杀了二子，而沈老师就在2审的法庭上上演了教科书级别的大翻案，我哥这才被无罪释放。这件事情一直是我哥心里的痛，所以事情过去后，他从来都不愿意提起。只要不放弃，一切真相都会水落石出。
等开庭时间一到，咱们就等着给严谨判刑了。这案子总算是告一段落，大家回去都能睡一个安稳觉。怎么了，头儿？累的都不想说话了。没有，就是总感觉这心里吧，还不是很踏实。案子可还没审呢，而且那严大律师，之前过往一场官司可没输过，这次又是替他亲哥哥当辩护。目前证据确凿，杀人动机明确，除非有奇迹的出现，否则严胜不可能打得赢这场官司。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案子还是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刘伟也没抓到，而且还有很多谜团在咱们头顶悬着呢。哥，你醒了啊？这一大早你盯着我看，是我脸上起什么东西了？啊，没有，我在等你起床呢。喝口水吧，我一直捂着呢，还是温的。谢谢。哥，我昨天晚上把你毛巾也洗了。行，这小子脑子没坏，还知道咱这儿该巴结谁。我没进来以前，他们这帮人也这么对你吗？并没有。说说吧，为什么总把我做事儿？不为什么，就是想跟着你，心里踏实。这屋里这么多人呢，你肯定就能出去了。老冯，你看新闻了吗？什么新闻啊？说严谨6年前还杀了一个人。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来，先喝碗汤。现在网上都说是严谨6年前杀了他的拜把兄弟，还说他妹妹联合了大律师沈立言一起赢了官司。网友都说这事有猫腻。你说这网友真够八卦的，这把6年前的案子都扒出来了。哎，他们这么造谣就不怕违法呀？那严谨到底有没有杀人啊？当然没有啊，
这6年前案子已经破了，那个凶手已经枪毙了，严谨是清白的。哎，这事儿可别乱传，尤其别在小吴面前提。知道。尝尝咸的，有点淡。有点淡，拿点盐。干什么呢？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就是因为现在的网络暴力一点成本都没有，这帮人才会如此嚣张。哎呦，我说了不让你看，不让你看，你还非得看。你说你这身体还不舒服呢？来来来，把这药喝了。啊。这严家也真是够倒霉的，总摊上这样的事儿。也不知道严慎那边怎么样。你就放心吧，只要严谨他是清白的，严慎肯定没问题啊。你别忘了，当年啊，你急得心脏病都复发了，这关键时刻还是严慎发现了警方调查细节出了漏洞，才让真凶张国强露出了马脚嘛。我知道了，忙你的去吧啊！别太上心了啊。哎。严慎，是我。来了，严慎，师母，好想你。哎呦，我也是好久不见了。老沈，严慎来了。来，里边请。严慎来了，沈老师，好久不见。快坐吧，别站着。哎，来喝茶。谢谢沈老师。最近休息的不好。还行。开庭日期定下来了吗？12号。啊。看你都累成这个样子了，案件进展的不顺吧？目前警方搜集到的很多证据都对严谨不利，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可以翻盘的制胜点。喝茶。依我看，这个案子很有可能要像当年那样打一场持久战。你和严谨要做好心理准备啊。我哥因为做卧底，已经在里面吃了很多苦，我不能再让他受委屈。况且，我父母现在身体都不好，就算我哥熬得住，他们也未必熬得住。所以我必须竭尽全力打赢这场官司。律师不是神，不是什么官司都能打赢的。你呀，别跟自己太较劲了啊！不会，只要我哥是清白的，这案子就一定有转机。我只是需要一些运气罢了。运气也不会总青睐一个人，你还是应该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你明白师父的意思吗？最近网络上喧闹得很凶，虽然都是一些谣言，但我觉得你还是有必要去压制一下。舆论风波会让法官对严谨产生不好的印象。这个我已经找人在处理了。那就好，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有什么需要师傅帮忙的，随时来找我啊。
不必了，我有办法打赢这场官司。这桩官司，哪怕换做我，也不一定能赢。你能有什么办法？办法有很多，比方说，只要我能找到亲眼目睹战玉是活着从我哥家离开的人。延伸啊，你这样做，非但打不赢官司，还有可能把自己给陷进去。帮我查一个人的资料，到我家。真是多亏你了，王大夫，不然我还不知道要躺多久。陈警官太客气了，主要是你爱人照顾得好。我这不是没办法吗？总让我摊上了，我也不能跟他离婚。陈哥，出院手续都办好了，车就在楼下等着。好，那我们先去忙了。好嘞，王大夫，您忙哈。辛苦了。我来吧。哎，你别打手了。哎，李局特意吩咐的，让你在家休息1个月。我躺了都快长毛了，还歇？有我一天抓不着，我就一天睡不了安稳觉。把你嫂子送回家，咱们回队里。直接回队里啊？嗯。怎么了？不是，你好歹在家歇2天，你陪陪嫂子和孩子嘛。哎，你们城府之短啊，只有躺在这床上不能动弹的时候，是我跟孩子的人。晚上早点回来吃饭，让周斌送你回来啊。放心吧，最近辛苦了，我也好好歇歇。行了你，走，拿点东西吧。哎，出院了吧？啊，没事了都。我这边太忙了，就不过去接你了。你回家好好休息。不用。怎么感冒了？吃药了吗？没事儿，小欧给我带药了，放心吧。啊，哎，还有几天严谨的案子就开庭了，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哎，我1句2句也跟你说不清，你就别操心了啊。没别的事儿，我就打电话问候你一句。你一听就是没好利索，别一忙起来就忘了吃药啊。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管好你自己吧。挂了啊。你那边怎么样了？这个小美人虽然没有交代刘伟的下落，但是她说，毒品配方其实是刘伟从之前一个制毒人手里得来的。这个刘伟原本还想把这个制毒人给干掉，没想到让他给跑了。制毒人，也就是说，小美人跟刘伟跟6年前的1020大案没什么关系，真正的漏网之鱼是这个制毒人。没错。关于这个制毒人，小美人还说了些什么？她说她跟这个制毒人从未谋面，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最初他们是在网上认识的，头几笔交易也都是在网上完成。这个人的货很不错，买家很认。刘伟想做一条龙生意，所以才动了杀人偷配方的念头。所以咱们现在除了刘伟，还有一个制毒人要抓。喂，有个疑似刘伟的可疑人员在广西边界的小县城出现了，立刻调取探头资料，确认嫌疑人身份，派人跟进，必须定警啊！广西与越南交界，看来他是想逃到东南亚。要把人在国内抓住，一旦流窜到国外，麻烦事就多了。
能在办公室里喝到这么顶级的手冲咖啡，真是种享受。说吧，找我来什么事儿1/3，状况是越来越糟糕了。你看我这天天忙着案子，实在抽不开身，能不能拜托你去做代理店长，解决一下那边的问题啊？我？对呀，你本来就是做生意的，能把似水流年打理得那么好，肯定没问题啊。可是打理一个小咖啡馆和那么大个餐厅是两码事儿，我怕我应付不了。总比我这个对做生意一窍不通的人强吧？你也知道，1/3对我哥来说有多重要。不管案子的结局怎么样，他都不希望1/3会垮掉。1/3不会垮掉，严姐一定会回来。严小姐好，我带朋友参观一下，通知于经理10分钟以后到严总办公室开会。好的。除了这个能容纳将近100人的大厅以外，楼上还有20多个包间，人均消费都在800以上。包间也分好几个档次，小包、中包、商务包都有，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来这吃饭的人肯定都很有钱吧？都是些非富即贵的当地人，还有那些到梨园来旅游的外宾。只可惜，树倒猢狲散。走吧。这边就是咱们的水产区。吴经理。哎。小欧。你们认识啊？他是我大哥，和亲的一样。真巧。这些龙虾怎么都死了呀？没办法，这现在客人少，点的也少。这再好的海鲜呀，这换了水土也活不久。严谨一贯对食材要求很严格，这连一只死虾也不让炒锅，所以没办法就给扔了。这儿，扔了吧。走吧，小欧，到办公室说。王大哥，你先忙，我先过去一趟。哎，你忙啊！哎。让季小姐做代理店长，有问题吗？小欧是我和严总的朋友，又有多年经营咖啡馆的经验，我相信他可以帮1/3渡过难关。可是什么？有话就说。我说句不太礼貌的话，季小姐您千万别介意。现在网上传的是风言风语的，大家都知道严总的案子多少都跟季小姐有关。季小姐这个时候来店里，大家肯定会有抵触情绪。现在我们最迫切的就是恢复名誉。如果有客人在店里看到季小姐的话，会不会又有新的麻烦？你的意思是我哥真的为了季小欧杀人了？不，我只是想提醒一下严姐。于经理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做代理店长总归是要抛头露面的。特殊时期，我还是低调一点。不如我先谈谈我的想法，如果你们觉得可以，那就请于经理带领大家试试看。那季小姐有何高见啊？想要在短时间内增加盈利，弥补亏损，我觉得可以把1/3从高档的海鲜餐厅变成接地气。
我们购入过量的，可以提前把它们做成麻辣海鲜卤味，这样既可以放在店里面当小吃卖，又可以包装成袋让客人外带。立刻让各部门经理集合开会，我要隆重推出我们这位代理店长。于经理说的话还是有道理的，我还是别冲在前面，一切由于经理去办，我就在幕后做做军师，实在需要我的时候，我再过来帮忙。好，听你的。这是严谨办公室的钥匙，你拿着。这个不太好吧？于经理他们在前线打仗，你总得有个后方指挥中心吧？严姐说的对，如果有任何情况的话，我就来这儿跟您一块儿商量。餐厅的所有员工分成白班、夜班2组，交替倒班。好的。哦，今天让人去赶制夜宵大排档的海报，然后招募早餐合作团队，争取2天内就把大排档给推出去。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安排。季小姐，您……啊，我可以在这儿单独待会儿吗？那我就先不打扰了。如果我说我是缉毒英雄，你信不信？你现在只需要知道，我还是你心里那个严谨，在我的心里面只有你一个人。我现在特别想我爷爷。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一日三餐能不能按时吃上？放心吧，政府一定会照顾好你爷爷。哥，你心里有惦记的人吗？当然有啊，我想我们家老爷子、老太太、我妹，还有一个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姑娘。那个姑娘一定长得很好看吗？你出去以后会娶她吗？你个小屁孩儿，哪来那么多问题？睡觉。再有2天，
我的案子就要2审了，我睡不着。律师怎么跟你说的？他说已经尽力了。哥，你觉得我的人生还有希望吗？恨我自己，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为什么要杀他？马丽，我为什么要杀他？我就是个傻子。李哥，马林那小崽子到底怎么判的？你听这动静还用问吗？维持原判，死缓，缓期2年。哎呀，其实这已经算挺幸运了，只是这孩子想不开。不是，那孩子不就是孩子吗？那他小啊。王管教，王管教。王管教，什么事儿啊？马林他怎么样了？马林的状况很不好，再这样下去肯定会出事儿。我能不能申请安抚他一下？他认我当哥，他听我的话。有人吗？放我出去！我不想死！我不是坏人，我真的不是坏人！我不是坏人，我要出去见我爷爷！放我出去！我不是坏人，我不想死！阿丽，你哥来看见了。哥，哥，我不想死，我不能死，我死了我爷爷怎么办啊？他为什么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啊？我不想悲观，不要那么悲观。缓期2年，好好表现，一定能够减刑。缓期有什么用啊？我真是说出不去，我爷爷死了都是料理后事。我不想死，我不想死。马林。我答应你，只要我能出去，我一定把你爷爷当成我自己亲爷爷一样照顾。你放心吧。哥，你知道吗？其实我也有一个很喜欢的姑娘，她叫曼曼。出事之前，我约她一起看过电影，但是那天我忘记给她买花了，答应回头补给她。现在也没机会了。放心吧，只要我能出去，你给曼曼的花，我帮你带到。你说的话，我也会带到。不用了，哥，我还是让他早点忘了我好。哎，哥，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不知道
该不该说？啰嗦，说吧。别跟我爷爷说我被判刑了，就跟他说我出国打工赚钱了。行，以后每个月20个的汇结，我就说那是你的工资。严谨，时间差不多了，该走了。哥，这件羊毛衫还给你了，谢谢啊。你就穿着它，你穿着比我穿好看。你可真是季大大，1/3那么大的餐厅你都敢接啊？我不管谁管呀，严胜天天为了严谨的案子忙得觉都没法睡，我必须支持他。不过1/3海鲜大排档，听着倒是不错。需要我帮忙吗？当然需要，赶紧在你外能的朋友圈帮我宣传一下，让你亲朋好友去那儿宵夜，打5折。没问题。不过你就打算穿这身去吗？怎么了？我说你什么好啊？不是所有人都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人靠衣装马靠鞍，你懂不懂啊？那种大门面，你不穿的体面一点，他们肯定不会分得管。我不靠那些，你这样挺好的。挺好什么挺好？我要是不帮你打扮，你就成没人管的灰姑娘了。正好最近我在唯品会收藏了几个牌子，都有折扣，我帮你选一套。不必了吧？少废话，下单了啊！要把钱转给我。我告诉你，这事你必须得听我的，不能让他们那些人瞧不起自己。这会儿适合你，你看。一看就没有好好睡觉，粉底都盖不住你的黑眼圈。知道哪天开庭了吧？还有3天。看你的样子，这个案子难住你了。这些日子，我拖遍了所有的关系，查阅了所有我能看得到的案卷，在那些案卷里，警方提供了足够证明你犯下杀人重罪的证据。他们的证据看似完美，但根本就经不起推敲。单凭那枚打火机能出现在尸体的口袋里，那就是一个笑话。你的反驳我都看到了，但那只是你自己的论述，只代表了一种可能性，并没有其他证据可以支持你说的是唯一的事实。如果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我没有杀人，那人就是我杀的了吗？啊，这明显是个悖论啊！事实上，警方提供的证据虽然不够完美，但杀人动机、人证物证全都有，已经足够法院做出有罪判决了。我们还有没有胜算？当然有，我不是说了，警方的证据并不完美，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作案工具和分尸现场，这是我们做无罪辩护最好的突破点。但至于效果如何，只能看法庭如何采信了。只能等庭审了吗？除非真凶能在3天之内出现，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我是被冤枉的，赵廷、卢威他们凭什么啊？抓不到刘伟就要判老子死刑？我不会满足他们，我要上诉。哥，我相信你没有杀战宇，你也要相信我。不管那个刘伟能否在短期内被捕，我都不会让你出事的。
事？放心，我一定会打赢这场官司。严律，有您的快递。我相信你没有杀战宇，你也要相信我。放心，我一定会打赢这场官司。这样的官司，就算换做我，也未必能赢。只要我能找到亲眼目睹战宇是活着从我哥家离开的人，你这么做非但打不赢官司，还很有可能把自己陷进去。吃的鸡翅呢。先生小姐，我们店新推出的这个海鲜烧烤大排档，二位要不要试试呀？哎，这家店听说不错啊，要不要尝一尝？哎，1/3是那个杀人犯开的黑店，别去了，走吧。于经理，我在。现在立刻派人去路边拉客，进店的前20位顾客免费用餐。免费吃啊？不是，季小姐，咱们的定价已经在赔本了。中国人喜欢热闹，从这经过的人之所以不敢进来，就是因为看到里面没人。请这20位客人吃饭，虽然是在赔钱，但也是给我们制造人气。这个钱花的值。好，我试一试。你们俩跟我走。哎，陈老板，有日子没见你了。前段时间出差啊，刚回来。你这改大排档了？这是今天刚新推出的宵夜大排档，您来都来了，那就里面请吧。想吃吗？看起来挺丰盛的。陈老板是常客了，今天晚上给您打8折。给陈老板找个好位置。好的。
小姐，我们的店面和人工费用全部都回来了，还余下5000多。第一天能有这个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今天还来了2个老顾客，都是严总的朋友。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1/3肯定能翻身。那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于经理您了。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再过来了。可是，严姐都让我听您的安排啊。这严谨的案子马上要开庭了，我还是少在这里出现，以免不必要的麻烦。如果店里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联系。好的，回见。娇姐，谢谢您，严总一定能平安回来的。哎，你们说啊，这2件衣服哪件看起来比较精彩？杨哥，这2件衣服太素了，我觉得来一个碎花的。快拉倒吧，还碎花的，什么审美？有什么花纹？我觉得这一件好看，这个好看，觉得这个行。咱严哥的衣服都是名牌，你知道吗？那再说了，严哥长这么帅，穿哪件都好看，对吧？是。哎，严哥，没准开庭了，您就一点都不紧张？紧张什么？没做亏心事儿，我怕什么鬼敲门？啊，对，这头发有点长了，好久没理发。哎，王会长，什么事儿啊？我明儿要出庭了，我能申请理个发吗？说来说去都只是被动辩护，你们还能说点别的吗？姐，我们都知道你特别着急，但是明天就要开庭了，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你们先出去吧，我想一个人静静。严胜，小欧，你怎么跑过来了？明天就要开庭了，给你打电话有没有接？就想过来看看，吃点东西吧。你别麻烦了，我没胃口。你这几天茶饭不思，休息也不好，明天上庭了，不怕严谨看到心疼啊？你不是说过严谨天生命大，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这次也一定能扛过去。不一样，这次真的不一样。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太荒唐。
那我在这儿陪你。先把这碗粥喝了。今天是2019年3月12号早上8点半，半个小时后，我身后的中级人民法院将开庭审理轰动全国的1231杀人案。本案的被告是本市著名企业家严谨，一个曾经的武警特战队员，昔日的优秀缉毒警察。而本案的受害者是一名风华正茂的在校大学生。严律师的车来了，车来了。严律师，警官对现在这场官司有信心吗？严律师，为自己的新车工作做辩护，请问怎么以往其实有？严律师，请回答一下吧。严律师，请回答我的问题。之前我们不会回答任何问题的。早啊，赵警官。啊，你好。哎，你也是证人呀？嗯。哎，你那边什么情况呀？那个红颜祸水是不是今天也会出庭作证啊？哎，证人之间不许交谈。来了，哎，坐。这还有5分钟开庭，证人季晓怎么还不来？
全力起立！全力请坐。梨园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传被告人严谨到庭。首先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梨园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离检刑诉2019第54号。经依法审查查明，2018年12月31日21时许，被害人战宇前往梨园市明湖公馆5号楼8002号被告人严谨家中，两人发生激烈争执，被害人战宇中毒后被被告人严谨捂住口鼻，并最终导致死亡。而后，被告人严谨设法避开小区监控，用垃圾桶将被害人运出了明湖公馆，用事先准备好的车辆将被害人战宇运到郊区，于2019年1月1日晚11时左右进行分尸，随后进行了分散抛尸。被告人严谨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之规定，涉嫌故意杀人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梨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勇、刘颖、毛伟良。被告人严谨，你对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是否有异议？有哪些异议？案发当晚，我确实与被害人有过肢体冲突，但我没有杀害他。我亲眼看到他从我家离开。也就是说，你否认杀害了战宇？是的。你杀了我儿子，你还不承认？曾经让我不过，我儿子才22岁，我为什么？为什么？肃静！你怎么下面肃静！请被告人坐下。下面由公诉人向被告人进行讯问。庭审时，公诉人提问会要求你只回答是或者不是，即便有些问题过于片面刻薄，你也不能做过多解释，因为过多的解释在审判长看来是狡辩和逃避问题。如果公诉人一再的给我挖坑，我总不能两眼一抹黑往里跳吧？案子已经到了庭审阶段，你要充分相信自己的律师，相信我有能力扭转所有不利于你的局面。被告人严谨，接下来我会向你核实一些问题，你只需要简单的回答是或者不是，不需要做额外的解释，明白了吗？明白。那我们开始。第一个问题，你跟似水流年咖啡店老板纪晓欧是什么关系？朋友。你有追求过他吗？有。你们是正式的男女朋友关系吗？不是。你认为死者跟纪晓欧是什么关系？姐弟关系。那你是不是警告过死者，让他远离纪晓欧，甚至用侮辱性的话语提醒死者，纪晓欧绝对不可能喜欢他？是。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下面由辩方律师开始询问。你是先认识的死者，还是先认识的纪晓欧？所谓的认识，相差不到1天，但遇到纪晓欧在先。你对纪晓欧是一见钟情吗？算是。那纪晓欧对你呢？最开始，他并不太喜欢我，对我也很多误解。但后来我用我的真诚感动了他。那你们为什么没有在一起？因为当时我作为警方卧底，调查103贩毒案，为了不让纪晓欧受到牵连，我是故意远离他。你认为死者喜欢纪晓欧吗？喜欢。纪晓欧喜欢死者吗？必然不喜欢，他把死者当成弟弟。那你警告死者远离纪晓欧，是因为你知道他的毒贩身份，不想让纪晓欧被他欺骗，是吗？你说谎！我儿子不可能贩毒，我儿子不可能贩毒，不可能！
警，为什么？不可能！是的。你曾经是缉毒警，破获过很多大案要案，你是不是特别憎恨这些毒贩？是。你亲眼见过 KK 在酒吧街卖毒品是吗？是。你对死者贩毒行为非常的憎恨是吗？是。你在对死者非常憎恨的情况下，还去帮助死者的母亲是吗？战宇他贩毒有错，但他母亲没有错。你帮助死者母亲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你想让纪晓鸥喜欢你，是吧？这是被告人严谨在卧底身份未被证实之前，接受警方审讯的证词，上面清楚地写着，他是为了追求纪晓鸥，才去死者家中送电视机，以及帮助死者母亲的。苏记，辩护律师对此有没有异议？没有。你们现在联系证人纪晓鸥，他的电话现在无人接听。他应该是有什么事儿，肯定会来的。再等等，一会儿你们就要上庭了，如果能联系上的话，麻烦催一下。好。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没人接了吗？纪晓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被告，是你发展死者成为警方线人的是吗？是。死者曾经被毒贩刘伟抓起来殴打，是你让人送他去的医院是吗？是。死者被殴打那天是在他背叛你以后吗？是。如果你没有帮助死者，死者有没有可能在当时就存在生命危险？有可能，因为他当时已经被打得内出血，外伤也很严重。如果没能及时送医的话，他很可能会死。这是死者被殴打当天在医院做的医检报告。这份报告可以证明，死者当时受伤严重，的确存在生命危险。既然你痛恨死者背叛了你，那么你为什么又要救他？战宇需要接受的是法律的制裁，在法律没有制裁他以前，我作为警方的卧底，有责任也有义务解救的。死者曾经出卖过你，导致你的发小好兄弟程瑞敏重伤昏迷，你也因此在某西餐厅殴打过死者，并恐吓绝对不会放过他，是吗？是。但我并不是真的要杀他，那就是一个气话。请播放一下录像。为什么打我儿子？你为什么打我儿子？我跟你拼了！你为什么打我儿子？跟你拼了！你为什么？为什么打我了？为什么？你为什么打我儿子？我跟你拼了！为什么打我了？为什么？苏记，如果死者家属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法警将把你带离法庭。被告人严谨，录像中的人是你跟死者吗？是。案发当晚在你家里，你就是像录像中那样对死者进行了殴打，是吗？反对，反对公诉人对案发当晚的场景进行主观臆想。审判长，我只是想更明确地呈现案发当晚的情景。辩方反对无效。被告人严谨，请回答我的问题。是。跨年夜当晚，死者是活着离开你家的吗？是。
是。你的打火机是死者临走前拿走的，是吗？是。对于意义重大的打火机，你为什么要让死者拿走？我当时是贩毒瘾，战宇为了阻止我吸毒，拿走了打火机，而我的毒瘾突然加重，根本没有力气再和战宇争夺。为了不再伤害战宇，就把他轰出了我家。再加上还有2天就要交易了，我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如何破案上，就没有为了拿回打火机再去找。电梯监控拍到你曾经出现，当时你又为什么要出去？我在家里扛过一段毒瘾以后，醒了过来，我看到地板上一片狼藉。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担心战宇，所以出去看了他一眼。当时你有再见到死者吗？没有。那你为什么没有下楼去找死者？我虽然担心战宇会出事，但当时我也在气头上。我想了一想，就没有下楼，回到家里面。你说死者当晚离开了你的家，但监控却没有拍到，对此你有什么想法？因为死者根本就没有坐电梯，而是被埋伏在我家安全通道内的人杀害了，那个人才是真凶。肃静。我猜测，那个真凶本来是要杀我的，战宇的突然出现，破坏了他的整个计划，才不幸遇难。至于死者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的安全通道，又是如何被杀并运出小区的，我也想不通。请说出你的怀疑对象。刘伟。最后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得知被害人战宇遇难的？1月10号，从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赵廷辉那得知的。审判长，我的问题完了。前5章是警方在你家里和你的衣服上发现的被害人血迹，最后1章是被害人手指甲缝里的皮屑组织，经鉴定与你的 DNA 相符。对此你有什么异议？没有。当晚是你先动的手吗？是。死者有没有向你还过手？没有。死者在你家里受伤倒地后，有没有出现过短暂的昏迷或者意识不清晰的情况？没有。你衣服上的血迹是怎么留下的？战宇受伤以后，曾过来抱着我，阻止我吸毒，血就是那个时候蹭上。你确定是这样吗？这些血迹，难道不是你背着死者离开你家的时候，蹭到你衣服上的？反对，反对公诉人进行没有证据的猜测。反对有效，被告人可以不做回答。在1月3日，贩毒集团交易之前，除程瑞敏外，只有死者知道你的卧底身份，是吧？是。死者当晚的出现，你有没有担心过他会再一次搞砸你的卧底行动？有。那你有提醒过他吗？没有。你没有警告死者，是不是因为当时你已经杀掉了他？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杀他。死者离开后，你都做了什么？我在家里面撑过毒瘾，我就睡了。有谁可以替你证明？没有人能证明。你对你小区的监控盲区是否清楚？清楚。好，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武警特战队格斗训练第一课就是解剖学，你们要对人体非常的熟悉，方能准确无误地给对方以相应的打击。你作为退役武警特战队员，是否有能力对尸体进行肢解？反对，反对公诉人进行诱导性提问。反对无效，请被告人如实回答。是。
下面进入举证质证环节，请公诉人和辩护人分别对证人进行询问。你和被告是什么关系？发小、战友、兄弟。发展死者为警方线人是你的主意，还是我当事人的主意？最初是严谨的主意，但詹宇一开始也没有真心要跟警方合作，我也曾试图放弃过他，但严谨还是坚持要我给他机会。在严谨担任卧底期间，是否对纪晓鸥和战宇之间过于亲密的交往产生过吃醋行为？行为上没有，心理上有。在严谨无法接近纪晓鸥的那段时间里，他是嫉妒詹宇，但他不会因为感情受挫而伤害他人。你是否看到被害人走出过嫌疑人的家门？没有。那天晚上，你一共出了几次门？2次。第一次我去敲他的门，警告他们小点声，但我敲了半天门也没人理我。第2次我上去的时候，看见他站在电梯口，然后我就走过去发2句牢骚。当时被告人是什么状态？神志是否清醒？哎呀，他当时身上的酒气很重，有点站不稳，身子呢又一阵一阵的抽搐，看上去很不正常。哎，我就说了他2句：“你大过节在家打人扰民，我们家欠着是怎么着？我跟你说，我给你投诉你，你知道吗？”去，快投诉！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审判长，我也没有问题。当天你是否听清楚被告人严谨说过要杀掉被害人？听清楚了。他怎么说的？他当时就很生气地说：“老子今天弄死你。”当天被告人严谨和被害人战宇之间的对话，你是否全部听清楚了？包括餐厅外的？那倒没有，我当时还得处理现场。那段餐厅里的打架视频是不是你发布到网上去的？这个不是我怎么能随便放到网上呢？被告人严谨是否帮助过你们母子？出于什么原因？他确实帮过我们。当初我还特别感谢他和纪晓鸥。现在我才知道，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讨好纪晓鸥，把他追到手。那一次做手术的医药费，战宇是怎么跟你解释的？他是跟朋友借的。严谨来过你家几次？2次。有一晚，你因为病情发生突发情况，是严谨和纪晓鸥将你送到了医院。请问那个时候，您的儿子战宇在哪里？我儿子在学校有事儿，他平时都是在家陪我的。既然你和战宇一直生活在一起，但你却不知道他确凿的毒贩身份，你又是为何对只见过2面并且一直在帮助你的我当事人严谨产生如此负面的印象？我想再次提醒审判长，证人的证词存在不可信的主观判断因素。我儿子不是毒贩，我儿子不是毒贩，我儿子没有贩毒，没有贩毒！你们要找出真相，你们要公平公正！我儿子他不是毒贩，不是毒贩！肃静。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请问赵警官，你和纪晓鸥是什么关系？反对，此问题与本案无关。审判长，我的问题很重要。辩护人继续。她是我前女友。你和纪晓鸥分手多久2年多了。据我所知，赵警官目前还没有女友，是不是因为心里还放不下纪晓鸥，因此对被告人严谨有一定的主观情绪？辩护人，请不要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请问到开庭为止，分尸工具和分尸现场是否找到？目前还没有。请出示照片。第1张照片，
是我的当事人严谨被电梯内的摄像头拍到的画面。他曾经在电梯口停留，但未上电梯。第2张照片是凶手推着装有战宇尸体的垃圾箱走出小区的画面。请问赵警官，我说的对吗？没错。经过警方调查，真正杀害战宇的凶手是不是这个穿清洁工衣服的人？是。警方判断严谨就是这个清洁工，是通过他们的体貌特征吗？是的。也就是说，除了体貌特征外，警方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我的当事人严谨就是这个假扮清洁工的人。是的。谢谢，审判长，我暂时没有问题了。请证人退席。先生到底要说什么呀？我心里发慌。别急，别急，还没完呢。等等，别急啊。辩护人，证人纪晓欧还没有到庭，他是否还会出庭作证？审判长，证人纪晓欧正在赶往法庭的路上，他将会带来一份对本案非常重要的证据，所以请求法庭暂时休庭，等证人到庭后再开庭。交给辩护律师。审判长、审判员，刚才警方点名了我当事人假扮清洁工将被害人尸体从家中运出。按照警方的说法，第1张照片严谨出现在电梯口，可以看作是他运尸的起点，时间显示为去年12月31日22点25分，到达第2张照片所在地的时间为22点40分，期间的时差是15分钟。也就是说，在这15分钟内，我的当事人需要从居住的8楼下到地库，沿着地库盲区的路线走，然后再来到清洁工出现的位置。对此，我们有很大的疑问。大家不要忘记，我的当事人当时有毒瘾在身，并且当晚没有吸食过毒品，在体力和意志力都很薄弱的情况下，他能否在这短短的15分钟内从居住的8楼来到清洁工被拍摄到的位置？对此，我们特意做了一个实验。准备好了吗？3、2、1，开始。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找了一个身形和体能都跟严谨相似的人来协助我们做实验，也就是画面中的男士冯卫星。冯卫星背着占与同等体重的沙袋，从8楼走到负1层，总共需要4分13秒。到达地库后，
冯卫星将沙袋装进垃圾桶，换上清洁工的衣服和鞋子，需要3分20秒。左边。然后他推着垃圾桶，按照地库探头盲区路线走，直到出口前需要9分39秒。出口，再走到清洁工被拍摄到的路灯位置，又花费了60秒。怎么样？为了保证实验数据的真实有效性，我们一共进行了5次条件相同的试验，算取了平均值。黄大哥，我们再来一遍。最后，所有时间数据相加得出的结果为18分02秒。比警方给出的时间慢了将近3分钟。也许有人认为这3分钟并不足以说明什么，但我想说的是，这位测试者也曾经做过缉毒警，受过专业的训练，而且他本人常年坚持跑步，在体能和敏捷度上都远远强于严谨，他只会比严谨更快。如果连他都达不到视频中的速度，那么被毒瘾缠身的严谨就更不可能。所以这个实验就充分证明了严谨不是当晚的那个清洁工，也就证明他根本就不是杀害战宇的凶手，凶手一定另有其人。审判长，新证据提交完毕。相比于公诉方提供的主观人证，我相信这份物证可以更好地为我的当事人证明清白。证人纪晓鸥已经到庭，公诉人、辩护人，你们对证人有什么问题要问？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证人纪晓鸥，请问你和死者战宇是什么关系？他是我咖啡馆的员工，我们一直情同姐弟。那请问，你和被害人战宇以及我的当事人严谨之间是否存在三角关系？从不存在。严谨和战宇从来就不是情敌关系。在我和战宇最后一次见面中，他曾亲口告诉我，严谨是好人，让我不要误会他，而他也会做一个让我觉得骄傲的弟弟。在我的理解里，战宇已经做好了要与严谨配合，甚至自首的准备。至于我和严谨，我们从来都没有正式的确立过恋爱关系，但是我从始至终爱的人都是他。只有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他曾经是多么努力的想要救战宇。我相信他是清白的，也相信法律一定会给予他最公平公正的判决。全体起立。对于辩护方提供的最新视听资料证据，本院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择期宣判。根据辩护方提供的视听资料证据，本院找到了一名现役武警特种兵，进行了反复多次的试验，结论一致，本院予以采纳。现判决如下：被告人严谨谋杀分尸战宇一案，证据不足，事实不清，
不构成犯罪，判处被告人严谨无罪，应立即释放，恢复人身自由。我打火机呢？等战宇的案子结了再给你。这个破地方，老子算待够了，以后再也不来了。那可真说不好，不定什么时候发现新的证据，咱俩又得在审讯室见面了。配合警方破案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叫我。不过，这应该是赵警官第一回抓错人吧？我也能够理解，人在高压之下很容易犯错。我很荣幸成为您的第一回。看来你后面的压力就要大了，全国人民都等着你抓到真凶呢。这是我分内的事儿，也就不劳你操心了。但有件事我得提醒你啊，案子结之前，你是不能擅自离境的。我明白。回头我跟小欧的蜜月旅行就定在新疆的喀纳斯。我听说那儿的景色不比欧洲差呀。手续办完了，赶紧走吧。好，那咱们俩再也别见。一会儿见着人干嘛去呀？打个招呼，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呀，还能干嘛去啊？别装了，你在法庭上说那些话让我都起鸡皮疙瘩了。这么久没见，是不是得干柴烈火呀？你瞎说什么呢？我就知道你们所有人都在。这世界上没有我，是不是太无聊了？你别说，没你这评腿，我还真挺不习惯的。怎么回事？怎么许你们在法庭上公然表白，不许我们秀恩爱？可以啊，老冯，看不出来。哎，行，别拿我开涮。怎么了？那天我就在法庭上看你一瘸一拐的，发生什么事儿了？没事儿。什么没事儿啊？他为了你做实验拍录像，摔了特别惨的一跤，爬起来就跑，这都是为你啊，妍姐。冯大哥夸张了，就一点小伤。这怎么能是小伤呢？严姐，你看我们家小欧都被你伤成什么样了？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儿，你得表个态吧。米娅说的对，今天是个好日子，你要是再不表态，我们大家都不会放过你。哎呀，那行吧，我表个态。难得今儿人比较齐啊，我请大伙到1/3吃一顿好的，都得去，不可以请假，谁不去我会难过的。躲什么呢？往哪儿躲了？我是真的要上厕所。刚才参军员工欢迎严谨的时候，大家都在那儿喊喝喜酒，喝喜酒，把你喊得脸都红了。怎么样，心里是不是特高兴？你有完没完？没完。看看你这脸色，
好不容易见到严谨，你也不知道打扮打扮。最近为了这个案子，整天提心吊胆，连大气儿都不敢喘，没有时间捯饬自己了。抹口红气色能好一点。我有预感啊，今天晚上严谨没准会有什么动作。你别瞎说，他刚出来，今天晚上都是他朋友，你别瞎起哄。不信咱们就走着瞧。2楼啊，罗旺斯房间。白酒，坐。哎，这是老冯的位子，你坐这边。快点儿。哟，小欧上来了。坐哥。人齐了，坐坐坐。行，那我先说2句。这一年啊，发生了太多的事儿，也不知道从何说起。总之，这大半年，我让大家操心了。这第一杯啊，我敬你们所有人。来吧，来，干杯！少喝点。没事没事。大哥，这身体还行？不看见了吗？好着呢。你这个当兄弟的，他出那么大事儿，你都没看看他。有什么事儿啊？严谨当时忙着呢，来不了。好在案子破了，你也醒过来，嫂子又把你照顾得这么好。嫂子辛苦了啊！这一杯酒我敬你们2口子。来，我的亲妹妹。大度，甭跟我矫情。好，那我过了啊。为了核实这段视频，法院找了武警特种部队最优秀的战士去做实验，时间和路线都没问题，严慎的论点是站得住脚的。如果说严谨不是凶手，那凶手是谁？是他说的这个刘伟吗？目前刘伟的嫌疑最大。严谨说过，这家伙是个亡命之徒，况且禁毒支队到现在都还没有他的下落。但是现在没有证据指向刘伟，这点也挺奇怪的。据严谨所说，凶手的目的不是战宇，就是严谨他自己。且案发前后的时间来看，刘伟就是严谨最大的死敌，而且只有刘伟有足够的杀人动机，且有能力杀死严谨。要说这官司能打赢，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主要是小欧，是他不放弃，鼓励我坚持到最后，所以你好好谢谢人家。没错，严慎说的对，这事儿你真的应该好好谢谢小欧。如果没有小欧这大刀阔斧锐意改革，说实话，这1/3真的很难撑下来。哎，没，我这是随便支了个招。哎，一个一个来，着什么急呀？我这杯酒啊，我得敬老冯啊！你对1/3做的贡献啊，我都记在心里。这真是我应该的。来，咱哥俩干一个。好。那个，今儿人都挺齐的，我有件喜事儿想向大家宣布，我怀孕了。哇！哎呀，这好事儿啊！好事儿啊！真怀了？之前问你还一直不说，我这不是想给你们个惊喜吗？老冯，平时看你老实巴交一个人啊，你在生孩子这个事儿上，你是有天赋的，一发就中。这什么呀？不行！哎，冯大哥太好了，乐乐要有弟弟妹妹了。真的。真的。来，快走。行。那现在我的惊喜说完了，下面该严老板了。